周处除三害，这是一部以真人为原型的改编故事，而且真实情况远比电影来的精彩。在帮派大哥红爷的葬礼现场，众多小弟聚集于此。黑社会看似义气为重，实际上还是各为利益。很多前来的小弟都是收了钱，临时过来充场面的。警方怕出现问题，全都在外围待命。陈桂林就混在这帮小弟中，一边吃着盒饭，一边听旁边的哥们讲述红爷被杀的过程。而这个小弟不知道，杀掉这黑老大的就是这位吃盒饭的兄弟。而陈桂林并不是为吊唁而来，恰恰相反，他来只是为了杀掉那个敢发布江湖追杀令，要替红爷报仇的人。我有名有姓，以后不要叫什么龟妈。没有人会想到他能有这么大胆子，竟敢只身前往，并在众目睽睽下动手。几声枪响，又一个黑老大当场毙命。陈桂林扔掉手中的枪，在众目睽睽下离开现场。外围的刑警陈辉听到枪响后赶来，正与他四目相对。职业的敏感性让陈辉直接追了上去，在小巷中，两人针锋相对，近身肉搏。就在陈桂林将被制服之时，他抓住陈辉头发，猛砸向桌上的香炉，这导致陈辉失去了一只眼睛，瞬间丧失战斗力。而陈桂林毫发无损地逃离现场。4年过去，陈桂林在警方的追捕下四处躲藏。他奶奶的去世也让他失去了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张桂清将奶奶的一块手表和剩下的钱交给他。这个女人是一名地下医生，她表面上开着诊所，实则主要是为黑道服务。她中立且守口如瓶的本性，使她赢得了黑道不同帮派的信任，成为了一名中间人，为黑道服务。她拿出陈桂林的体检报告，上面赫然写着肺癌晚期。肺癌。陈桂林默默点燃一根香烟，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，他大脑一片空白。张医生劝他最好能在临死前自首，光明正大的离去，至少能为自己换来一点尊严。而陈桂林也深以为然，他在供奉的关二爷面前占卜，结果9次得到的结果都是让他去自首。混黑道的人，关公就是唯一的神，神的旨意让他下定决心。第二天在警察局，陈桂林自报姓名。陈桂林啊！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好像并没有那么出名，警察根本没有拿他当回事，对他的名字也没有任何反应。而且自己的自首需要排队，与近日新闻中捡钱市民的普通案件并无二致。排队中，他看到信息板上全台通缉的3个要犯，第一是外号牛头的林陆河，第二是香港仔徐伟强，而自己只能排在第3的位置，甚至这个第3名连名字和脸都被旁边的文件挡住一半。自视高傲的他不能容忍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他找到张医生打听香港仔的消息，这遭到张医生的拒绝，毕竟身为中间人，透露他人的信息既不符合行规，也会给自己带来灾难。陈桂林便以他的孩子像要挟，逼他说出2人的线索。他说自己要做周处，因为3害中只有周处才能被人记住。他确实不甘心就这么因为肺癌而默默无闻的死去。在小学课本上，大家学过周处除3害的典故。年轻时的周处凶暴强悍，被同乡们认为是一大祸害，而另外2害分别是河中的蛟龙和山上的猛虎。大家普遍认为这3害中周处最厉害，但他却对自己是3害之一的称呼浑然不知。于是有人劝他去杀死蛟龙和猛虎，实际上是希望这3大祸害互相拼杀。接着周处去山里杀死了老虎，又下河里斩杀了蛟龙，在战斗中自己也身受重伤，没能及时回去。乡亲们以为他也死了，便聚在一起庆祝。这时周处刚好回来，这才知道大家也把自己当成了祸害。于是他改邪归正，最终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忠臣孝子。就如典故中的周处那样，陈桂林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是遗害，于是在女医师的引导下，决定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做一件让自己名垂青史的大事。拿到线索后，陈桂林便开始了自己的除恶计划。他第一个找到的是香港仔。香港仔性情暴虐，手臂上有着蛇形纹身，因之前跟警察枪战时有1颗子弹留在脑里，所以平常需要靠止痛药维持正常生活。而帮忙取药的是一个叫小美的女子，算是香港仔的继母。她的母亲替香港仔在监狱服刑，她从10几岁开始就跟着这个男人，现在开了一家理发店，这里也成了香港仔的落脚点。小美一直被控制着，她被当作性工具来满足香港仔的性欲。香港仔对小美有着极强的占有欲，即便是自己的小弟多看几眼，都会遭到她的一顿痛打。
陈桂林在观察了2天后，假意去刮胡子，第一次与其正面较量。开始时，两人以顾客和老板的身份相互试探，可反侦查能力极强的香港仔慢慢捅破了窗户纸。他早就发现陈桂林暗中观察这里，以为陈桂林是看上了小美，没想到的是陈桂林是冲他而来。小美在远处看到陈桂林手里的枪，她并没有提醒香港仔，其实她也想尽早逃离魔爪。剑拔弩张之际，交警进门化解了危机，陈桂林也只在眉毛处留下了一个伤口。不用担心，我们就停下而已。再次的相遇，则是你死我亡的时刻。香港仔每次找小美发现，都会让小弟在周边把守，并以开关灯为信号，以防不测。陈桂林蹲在看门小弟的车前，假装系鞋带来观察周围的情况。他抓准时机，毫不手软地解决了车内小弟，然后直接上楼打了一个出其不意。几回合下来，年纪已大的香港仔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转身逃跑。陈桂林则在后紧追不舍，在追逐中正好撞上追随而来的警察陈辉，陈桂林便成为敌1敌2的局势。但他生性勇猛，很快摆脱了陈辉。他将香港仔逼入一间破房，此时的香港仔已经精疲力尽，他不甘心，临死前问着为什么要杀自己，他想要一个理由。文荒人人。而陈桂林用枪指了指眉毛处的伤疤，他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比自己还凶狠。当然，他更不会想到真实的原因，只是因为自己在通缉令上排名靠前了一名。陈桂林回到理发店就出了小美，顺路解决了另2个在外把风的小弟，没人再能干扰小美，他为小美除去了未来生活的隐患。根据牛头母亲去世前留下来的一封信，陈桂林来到一处私人教会，这里聚集着一批信众，为首的是一个被称为尊者的中年人。教会气氛和谐安宁，尊者教导着如何才能抛开世俗，重获新生。陈桂林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相互关爱的集体感，他觉得这里仿佛是世外桃源，自己有过太多的杀戮，只有在这里才能获得内心中的平静。他将自己寻找牛头的事情告诉尊者，尊者则带他来到一处无名墓地，说这里埋的就是他要找的人，如果他能抛开过去，那么将会使用自己的神力为他治病。就这样，陈桂林悔悟了，他放弃了关公，迎接了自己新的神灵。舍弃金钱物质。在医务室，他看到自己肺部的片子，奇迹出现了。这个是正在康复的组织，癌症竟然有好转的趋势，这是尊者为他带来的神迹。他收起手枪，将其埋入山里，正式跟过去告别。之后，将奶奶留下的手表和所有现金在尊者面前推入火炉，自己则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很快他发现事情不对，一个患病孩子的光片竟然和他的一模一样。而后他还发现了尊者的地下室，那些被烧掉的身外物都在这里。他找到自己的盒子，钱已经不见，但那块手表还在。实际上，这就是一个邪教。尊者靠着治病的幌子蛊惑人心，骗取钱财，甚至不惜给小孩下药，让他处在昏死状态，来骗光孩子母亲的钱。绝对不能让他死，是，也绝对不能让他好。就在这位母亲跟他一样想要加入尊者门下的时候，他拿着女人的钱包赶到，告诉她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尊者终于露出了本性，他唆使着女人杀了陈桂林。那些信众们也跟着一起施压，女人在这强大的压力面前精神崩溃，用刀抹了自己的脖子。陈桂林则被捅了一刀，同女人的尸体一起被钉在棺材里，埋入土中。尊者后背有着鸽子的纹身，这也预示着他就是陈桂林要找的人。电影的英文名是《猪蛇鸽子三种动物》，这也是佛教中的贪嗔痴三毒。贪为鸽子，表面和善却暗里藏刀；嗔为蛇，象征狂暴躁动的香港仔；痴为猪，正是主角陈桂林的象征。他为了不存在的虚名而活，更是难以走出困局。这3种烦恼被认为是人类痛苦的根源，使人陷入生死轮回的循环中不能自拔。幸好陈桂林仗着人高马大，踹开棺材，顽强地从坟地里爬了出来。他回到山上取回手枪，也取回了他的过去。最后是本片最精彩的杀戮场景，没有过多的语言，只有对暴力美学的诠释。面对尊者，陈桂林再次将生与死交给了关公。当枪卡壳后，陈桂林同尊者约定，
如果这枪能连续卡壳9次，那么就证明关公想让他继续活着。如果有一次没有卡壳，他就要命丧于此。这也正是他那时自首占卜的次数。枪连续卡了3次，尊者恐慌中透露出一丝窃喜，但随着第4次扣动扳机，一声枪响直接爆头，将尊者带走。陈桂林以为这事就此结束了，没想到尊者的情人继续唱着圣歌，接替了他的位置。陈桂林忽然明白，这种邪教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消失而停止。他返回到圣堂，把选择权交给了信徒，他们可以离开这里，开始新的生活，或者陪着牛头共赴黄泉。一些人赶紧逃开，而另一些人麻木地待在原地。在倒数结束后，一场无差别的杀戮开始了，直至最后一个不肯走的人。整个过程没有争斗，没有反抗，让人惊讶于邪教对人的控制力。陈桂林从容地换弹开枪，也预示着他真正成为了周处。之后，他联系了陈辉自首，而后在张医生的探监中了解到了真相。那个身患绝症的人其实并不是陈桂林，而是张医生自己。是他设计了这一切，通过陈桂林的手铲除了2个罪大恶极的通缉犯，自己为黑道服务了一生，在生命弥留之际做了一些回馈社会的好事。陈桂林也在理解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这部电影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，甚至连排片率都少得可怜，但在上映几天内票房猛增，获得一致好评。反观去年在香港的表现，虽然获得众多奖项提名，但票房却是一塌糊涂。可能这也说明了内地观众们也厌倦了小品加段子的合家欢电影，正在寻求一种别样的体验。虽然有着众多不足，且在中间和结尾处过于拖沓，但阮经天颠覆性的演绎让人印象深刻，故事的可看性也远超春节档的减肥影片，建议大家去影院观看。陈桂林的原型是台湾枪击要犯之一的刘焕荣，他真实的故事更比电影精彩，很多香港电影都取材于此人。下期老白将为大家讲讲这人送外号冷面杀手刘焕荣的真实故事。